大家好，最近我把 Steam Deck 换上了 2TB SSD， 刚做好 SteamOS 的安装，接下来要做磁碟分割，灌 Windows 双系统，再利用 Refine 启动管理器，能在开机时出现选择系统的画面，免去进到 BIOS 选择系统的麻烦。我把制作过程录下来，希望能让大家也能跟着我的步骤一起达成双系统配置。不过还是建议有基础手动能力的玩家尝试，至少要懂得如何重灌 SteamOS。当发生不可预期的问题，最后的杀手锏就是重灌，如果不会重灌就很麻烦。而我所用到的软体工具都放在了影片下方资讯栏里。首先是 Ventoy 多系统启动随身碟制作工具，它能让你将多个安装引导系统都放在一个随身碟里，比如 Windows 安装档、Gparted 分区管理器等等，而且制作好后依旧能当正常的随身碟使用，比如放些安装 Windows 所需的驱动程式，免去更换随身碟的麻烦。第二个软体工具是 Gparted 分区管理器，它能直接针对 Linux 以及 Windows 的系统档案格式做磁碟分割或者调整磁区大小。一到网页下方选择 Gparted Live 的64位元版本下载下来。当然最重要的是 Windows 安装档，我选择的是 Windows 11版本，直接到网页下方找到 ISO 档案，也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是针对 Steam Deck 的 Windows 驱动程式，总共有6个，也都先下载下来。这边要注意一点，下载下来的压缩档最好都先在自己的电脑上解压缩，否则在刚安装好的 Windows 灌驱动会比较麻烦，尤其 Windows 内建的压缩档图示跟资料夹图示超级像，不仔细看还以为已经解压缩了，直接执行后就是显示让人纳闷的错误讯息。接着来下载 Ventoy， 打开 Ventoy 网页，找到上方的下载，随便选择一个版本，它最终都会引导到相同的 GitHub 网页。往下找到 Windows 版本的档案，把它下载下来。解压缩后，先将随身碟插入，然后执行 Ventoy 2Disk 执行档。视窗上方显示的是所要使用的随身碟，中间左方是将要安装的 Ventoy 版本，右方则是当前随身碟安装的版本，可以选择升级。如果还没安装，就不会显示讯息。确认选择的随身碟无误后，就可以直接点击安装。安装好后，随身碟会被分割2个磁区，一个是 EFI 引导磁区，而另一个磁区就是让我们放档案用的。将我们刚刚下载的 Gparted Live 分区管理器、Windows 安装档以及 Windows 6个驱动程式都放到随身碟里。当然，你还可以额外放些自己会用到的档案。前置作业完成后，先准备好键盘滑鼠，否则你会很难操作。将 Steam Deck 关机，插入之前制作的 Ventoy 随身碟，然后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会直接进入目前画面上的 EFI 分区引导选择画面。选择下方的记忆卡或随身碟，就会进入到 Ventoy 选单，但是你自己所看到的可能会是直立画面，若没有使用滑鼠，光在操作上就会被方向搞到错乱。我因为用视讯写取核，所以反而显示正确方向。首先选择 Parted Live 分区管理器，接着直接按 Enter 下一步，再按 Enter。这里出现的讯息我们不必理会，后面全部都直接 Enter 确认跳过。进入到 Gparted Live 分区管理器后，系统会自动打开视窗，从右上角选择所要分割的磁碟。像我的画面中，一个是 59G， 分区名称还显示着 Ventoy， 明显是代表着随身碟，而另一个 1.86TB 就是我所要分割的磁碟。找到 Label 写着 Home 的 ext4 格式的磁区，就是 SteamOS 里让我们放档案使用的可用空间，通常显示在最底下。这里要做的就是先缩小它的磁区大小，接着将空出来的未配置空间重新分配成 NTFS 格式的磁区，好让我们灌 Windows 系统。直接对着 Home 磁区按右键叫出选单，选择 Resize， 接着缩小它的大小，可以用输入数字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拉动上方的方块来调整。如果空间够大，你也可以分割多个磁区，一个灌 Windows， 另一个专门放游戏。这里我先示范只分割一个磁区。确认好大小以后，对着未配置空间按右键选择 New 创建新磁区，
这里我们要建立成 NTFS 档案格式。现在可以看到 ext4 的 home 词区缩小成了 1.36TB， 然后多出了 500G 的 NTFS 词区。确认没问题后，就可以按上方的勾勾执行配置。完成后，接着我们要灌 Windows 系统。关闭视窗，双击左上角的 Exit 图示，选择 Shutdown 关闭电源。确认关闭电源后，再一次将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进到 EFI 分区引导选择画面，然后一样选择最下方的记忆卡或随身碟。这次选择 Windows 11安装档，这边也直接按 Enter 确定。安装 Windows 系统时，你们自己看到的应该也还是直立画面，那是正常的。移到最底下就看到了我们重新分割的 500G NTFS 的词区，选择该词区安装 Windows 系统。不过后续的安装我就直接快速跳过了，因为这部分网络上已经很多教学。进到桌面后，首先对着桌面按右键叫出选单，选择显示设定，将显示方向调整成横向， Steam Deck 就不会再以直立显示了。开始安装放于随身碟上的 Windows 驱动，首先安装第一个显卡驱动，选择 Setup 执行安装。安装第二个无线网络驱动，一样选择 Setup 执行。安装第三个蓝牙驱动，选择 Install Driver 执行。安装第四个 SD 读卡槽驱动，选择 Setup 执行。选择稍后重新启动电脑，先继续安装音效驱动。音效驱动共有2个，先安装第一个。选择类型显示为安装资讯的 CS35i41， 按右键选择安装。接着安装第二个音效驱动，同样选择类型显示为安装资讯的 NAU88L21， 按右键选择安装。驱动都装好了，接下来要装 Refine 启动管理器脚本，在脚本安装好前，先从 BIOS 来选择系统。确认关闭电源后，同样将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因为要装脚本，这次选择进入 SteamOS 系统，选择第二个。新安装好的 SteamOS 桌面系统没有中文语言，也没有中文输入法。这边建议可以先在掌机模式下，把触控键盘的注音输入给打开。打开 Steam 选单，进入到设定，找到键盘选项，编辑使用中的键盘，开启注音选项。开启后进入到桌面模式。强烈建议先设置一组用户密码，方便我们安装脚本时授予权限执行脚本命令。点击开始功能表，找到 Settings 设定，选择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在 Personalization 个性化选择 Users 用户选项，点击下方的 Change Password 来设定用户密码。因为我之前设定过了，这里要求我输入先前的密码才能变更。这先不必管它，点选下面的 Leave Unchanged 保持不变。密码设置好以后，我们先来安装浏览器，方便查看脚本的网站。可从工作列的 Discover 应用商店来搜寻浏览器。像我个人习惯使用 Chrome， 就可从这里搜寻并且安装。
我之前安装过了，这里就不再安装一次了。浏览器放在 Internet 选项里，也可以丁选到工作列，按右键选择 Pin to Task Manager。安装 Refind 启动管理器前，我是选择先找中文化套件，让系统变成中文化环境，方便使用。网址列输入 Steam Deck TWSH。选第一个，这是巴哈网友分享的自动化脚本。往下找到自动化脚本的 GitHub 网页连接，找到右边的 RAW， 按右键选择 Save Link As， 点击 Home， 把文件保存到用户资料夹。这我之前是已经下载过了。回到巴哈网页，把执行命令复制起来，然后贴到 Console 终端机上执行。找到 System 选项，选择 Console， 或者按右键直接丁选到工作列。打开 Console 终端机，选择右上的贴上，然后 Enter 执行，输入之前设定好的用户密码。输入时基于安全考量，并不会显示在荧幕上。确认输入无误后，直接按 Enter 就开始跑自动化脚本，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出现重新开机套用修改，就代表脚本跑完了。我们先把系统语言切换成繁体中文，再重新启动。打开开始功能表，选择 Settings 设定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在 Personalization 里点选 Regional Settings 区域设置，最上方 Language 语言设置，选择右方的 Modify， 点选右下角 Add More， 移到最底下把繁体中文加入，然后再把简体中文也加入，以弥补繁体中文没翻译到的地方。接着把繁体中文移到上方转成主要语言，然后把 English 删除，选择右下方 Apply 套用。现在可以重新启动系统了，下次回到桌面时就会是繁体中文的界面了。假如重新启动后不是引导到 SteamOS， 就一样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选择 SteamOS 系统。终于来到安装 Refine 启动管理器的阶段了。安装步骤其实很简单，只需复制4行指令列贴到终端机执行即可。打开浏览器，从网址列输入 Steam Deck Refine， 选择第一个 GitHub 网页，往下找到粗体标题的 Basic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或者用网页翻译功能找到基本安装说明。首先复制基本安装说明的第一行指令列贴到终端机执行。选右上角贴上，然后按 Enter 执行。此时会把所需资料下载到用户资料夹。同样步骤，回到网页，复制第二行指令列贴到终端机执行。第二行指令意思是切换到刚刚下载的资料夹。接着复制第三行指令列贴到终端机执行。第三行是授予文件执行权限。同样步骤复制第4行执行文件。要求授予 sudo 权限，输入之前自己设定的用户密码，然后就会开始跑安装脚本。安装时间大概1分多钟。出现 Refine has now been installed 就代表安装完成了。我们立即重新启动，看看效果。这就是 Refine 管理启动器的界面，它会在主机开机时首先引导到选择系统的画面。
预设是超过5秒没操作，就会自动进入 SteamOS 的掌机界面。可以使用十字键选择，然后按 A 键进入系统。当然，背景图以及等待时间是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变更的。变更参数的方式很多，这里介绍一个个人认为最方便的方式。我们先进入到 SteamOS 桌面模式。首先，从工作列打开 Dolphin 文件管理器，在用户资料夹里找到先前安装 Refined 脚本时所下载的暂存资料，名称是 Steam Deck Refined， 副档名为 CONF 的 Refined 档案就是调整启动管理器的参数文件，里面可调整的参数很多，最重要的就是预设描述以及改变背景图的参数，其他基本可以不用理会。在第13行的 Timeout 5就是代表等待时间5秒，如果改成0就是无限制时间，改成-1就是开机自动进入 SteamOS 系统，就类似电脑的 BIOS， 平常没有按快捷键是不会进入 BIOS 画面的。在这个时候，假如想切换到 Windows 系统，就必须在按下电源键开机后，看到 Steam Deck logo 出现时，按着方向键才会看到 Refined 的选择系统画面。再往下找到100行附近，就是切换背景图的参数，预设有8张图片，前面没有井字符号的，就是代表正在套用的参数。比如我想把图片改成第2张，就是在第1张的前面加上井字符号，然后把第2张图前面的井字符号删除即可。像这样就是代表以第2张图显示为背景图。我把秒数切换回5秒，然后背景图切换成第1张。确认修改后，按上方的储存，然后关闭文件。另外 ，Themes 资料夹里就是背景图，也是可以直接从这里更换成自己的图片。原本是8张，已经被我多放了几张自己喜欢的图片，但是要注意图片名称跟副档名要跟参数里的一样。图片尺寸也最好是符合 Steam Deck 萤幕的 1280×800 解析度，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图片副档名是 PNG。参数或图片准备好后，到 Refined GitHub 网页，把基本安装脚本的下面3行依序贴到终端机，再执行一次，系统就会套用我们刚刚做的设定。或者也可以依照我的做法，在刚刚的暂存资料夹把 install 文件的档名复制起来。名称复制好后，在暂存资料夹空白处按右键，选择在此处打开终端机，输入点斜线，然后右上角的贴上，把 install 文件贴到后面，注意斜线方向不要错了。确认好后，直接按 Enter 执行，输入自己设的用户密码，然后就会开始重新安装脚本，套用刚刚暂存档里修改的参数跟图片。我们重新启动，看看效果。效果还不错。不过，有时 SteamOS 更新会把 Refined 的引导文件资料洗掉，导致开机找不到引导资料，跑出错误讯息。但是不必紧张，当出现这样的讯息时，我们先按驻电源键3秒以上，先让 Steam Deck 进入关机状态。确认关闭后，再因亮键加和电源键一起按，进入到 BIOS 界面。然后选择左下角的 Boot from File， 由我们自己开启引导文件，选择第1个，然后选第2项 EFI， 选择 SteamOS， 最后选择 Steam CLEFI， 然后就会开始引导 SteamOS 开机。进入 SteamOS 系统后，就可以到桌面模式，依照先前修改参数的方式，再执行一次 Refined 启动管理器脚本，重新安装套用参数即可。
而没有使用 Refine 启动管理器的朋友，不明原因也是遇到 SteamOS 遗失引导文件，跑出错误讯息，无法进入系统。也能依照这个方式，先从 BIOS 手动引导进入 SteamOS 系统。进来系统后重新启动，看看能否恢复正常引导。假如还是不行，可以打开 Steam 选单，选择设定，从系统选项选择其他版本 SteamOS， 比如使用稳定版就调成测试版，当前使用测试版就调回稳定版。调整版本后，系统提示重新启动，此时就会再次重新建立 SteamOS 的 EFI 分区引导，恢复正常使用。之后可以再调回原本使用的版本。在 SteamOS 更新 3.4 版后， Refine 启动管理器可能会失效，是因为当前无法调整系统开机顺序，而 Windows 开机引导在 3.4 版下存在无法禁用的问题，导致开机后总是优先引导 Windows 而不是进到 Refine 选择系统画面。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得准备 SteamOS 的恢复映像档随身碟，在 SteamOS 恢复模式里来执行禁用指令。首先，在 SteamOS 复原只是说明网页下载恢复映像档以及 Rufus 可开机制作软体。下载好后，插入随身碟，打开 Rufus， 确认选择要制作的随身碟，然后选择 SteamOS 映像档，按下执行即可。SteamOS 恢复映像档随身碟准备好后，插入 Steam Deck， 然后音量键和电源键一起按，进入 EFI 引导分区选择画面，选择恢复映像档所使用的 SD 卡或随身碟。进入后，如果怕打错指令，也可以先连上 Steam Deck Refined GitHub 网页，把指令复制起来。首先要查看 Windows 分区引导的编号，把启动管理工具的命令复制起来。在 Console 终端机贴上执行。最上面的 Boot Order 就是开机顺序，而 Windows 引导分区在我这里的编号是 Boot 0002。可以看到 Windows 在开机顺序里会排在第一个，而且现阶段又无法调整。之前 Refine 都是靠着停用它的分区引导获得主导权，但 SteamOS 3.4 版后不明原因无法直接停用了，所以我们必须到恢复模式里来把它停用。而停用状态下，前面的星号符号会消失。把禁用指令复制起来，贴到终端机，然后把4个插改成 Windows 分区引导的编号，在我这里是0002，改好，直接 Enter 确认。我们再重新执行一次启动管理工具的命令，就可以看到 Windows 引导前面的星号符号消失了，代表已正确被禁用。接着退出关机，应该就能正确引导 Refine 开机启动管理画面。关机后，最好先拔出 SteamOS 恢复映像档的随身碟或记忆卡，再重新启动，否则 Refine 可能会出现错乱的画面。以上就是所有过程，包含 SteamOS 中文化、SSD 磁碟分割、灌 Windows、Refine 的开机多系统引导管理，以及提供一些问题排除，希望能够帮到对安装双系统有兴趣的朋友。